你的手能轻松的摆出 OK 吗？食指 OK 的话，那中指、无名指还有小指也可以吗？有些人没办法让每根手指都跟大拇指相碰，或者是比出来的圈圈都扁扁的，这就表示手指肌腱开始有点状况了。这种情况恶化到最后，就会变成要动手术才能解决的扳机指了。那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人得过扳机指？我姑姑刚做完扳机指的微创手术，虽然说术后恢复得很好，但她还是很担心手指之后会不会变得不灵活，或者是没多久又复发了。那坦白说啊，如果大量使用手指的状况没改变的话，扳机指复发的几率还是挺高的。但手指一定得用啊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使用量不变的前提下，提前预防扳机指的发生呢？这部影片我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个方法。不论你是扳机指术后的复健，或者是想保持手指灵活，预防扳机指的发生，这部影片都会对你很有帮助哦。首先，为了帮你更清楚的了解扳机指发生的原因，我先带你快速的了解一下手指的构造。把手指切开来看，你可以看到手指上没什么肌肉，而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韧带。而韧带里面包着的肌腱，就是控制手指的关键。当手指在动的时候，就是这些肌腱在拉动手指，而且肌腱需要在韧带里面高频率的来回穿梭。那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个疑问？它们一直这样摩擦，阻力不是应该很大吗？手指为什么还能这么灵活呢？这时候啊，就得提到肌腱外面的小零件腱鞘。腱鞘的功能就跟剑客拿着的剑鞘一样，只是这个鞘里面放的不是宝剑，而是肌腱。就是腱鞘里面的滑膜细胞一直在分泌润滑液，让肌腱在滑动的过程中，既能受韧带的保护，也能顺畅滑动。说到这边，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？如果肌腱在腱鞘里面卡住了，手指动起来就会卡卡的。当肌腱完全卡住动不了，就是扳机指了。你可以把肌腱想象成是火车，韧带想象成是山洞，山洞和火车中间的空间铺着一层润滑油用的腱鞘。扳机指就是肌腱这台火车在山洞里面卡住了。那原本能好好通过的火车，为什么会突然被卡住呢？其实啊，原因不外乎就两个，要么就是山洞变小啦，要么就是火车变大了。那是什么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呢？常见的原因啊，有滑车韧带发炎、腱鞘炎，还有肌腱炎。而身体所有肌腱韧带会发炎的原因，绝大部分啊都是过度使用。所以我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，如果大量使用手指的状况没改变，让这些地方一直反复发炎，扳机指复发的几率还是挺高的。但手指又不能不用，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手指的灵活运动，帮你保养手指肌腱，让你在手指使用量不变的前提下，也能预防扳机指的发生。第一组运动会以按压还有伸展为主。解除粘连可以促进手指这些软组织的循环代谢，降低发炎，适合已经被诊断有扳机指、手指动起来会痛的人。第二组运动我安排了肌腱的滑动训练，适合手术后还有手指感觉卡卡的同学。滑车韧带按摩最容易引发扳机指的，通常是第一滑车韧带。以最常见的第四指为例，从手背的骨头往手心找，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，就是第一滑车韧带的位置。直接在这个地方轻柔的转动来按压，每个点按压12下即可，切记不要按过头，不然会发炎哦。其他手指的第一滑车按压方法也是类似的，找到滑车韧带后，轻轻按压就好。肌腱按摩，按完滑车韧带之后，我们继续向上按摩手指肌腱，向上移动大约1个指幅，轻轻左右按摩。你应该会摸到一条滑来滑去的东西，那就是屈指肌的肌腱。每个点按压12次，继续往指尖按压。在这个过程，你也会顺便按到其他的滑车韧带和十字韧带，更完整的放松到一整条筋膜还有肌腱。屈指肌伸展，一开始将手指关节先往指尖拔出来，让手指朝地板伸展。接着把手固定在地板上或者是桌子上，用另外一只手从前臂远端开始进行筋膜的旋转。这个动作可以增加筋膜与肌肉的滑动能力，增加屈指肌肌肉的长度，进而减少肌腱的压力。一个点旋转3次后，再往下一个点走，一直往上转到手肘关节。屈指伸肌、前肌肌腱伸展。按压完屈指肌的近端肌肉后，我们来伸展屈指肌远端的肌腱。屈指伸肌，一开始掌根朝上，手指朝前，
将最远端的手指轻轻拔出来后，往地板的方向伸展，保持这个伸展姿势30秒，每天做3次。这动作可以伸展到屈指伸肌。再来，我们来伸展屈指前肌，做出虎爪的动作，维持虎爪，将手指往手背方向推，可以伸展到屈指前肌。屈指伸肌和屈指前肌的差异在于它们附着的骨头中点不同，因此伸展手势也会有一点差异。透过这2个简单的动作，我们可以同时伸展到这2组肌腱哦。肌腱滑动训练，扳机指综合滑动训练。首先将手指朝上，然后做出虎爪的动作，接着尽量让手指平行于地板，并将指尖向前延伸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手指和手掌形成90度角，停留3秒。这时如果你觉得手指肌腱紧绷是正常的，接着沿原路复原到虎爪的姿势，再往地板延伸，停留3秒。最后再回到虎爪位置，重复这个动作10次，每天做3组。外展内收训练，将手指并拢朝向天花板，尽可能向指尖延伸。接着分开手指，保持手指伸直，不要向前弯曲或出现指节弯曲。手指完全展开后，停3秒。沿着原路径慢慢将手指合起来。收合的时候，注意让手指肌腱朝向指尖延伸，不要出现手指往前弯曲的动作。这一系列的肌腱滑动运动可以帮你提升手指的灵活，促进肌腱的健康，避免扳机指。透过这部影片，我们知道手指使用过度造成肌腱、韧带、腱鞘任何一个地方发炎，手指就会卡卡的，恶化之后就会变成扳机指。扳机指的初期可以透过按压解除粘连，多休息多伸展，只要肿胀消失了，手指灵活度就回来了。那不管有没有动过手术，平时都要多做肌腱滑动的训练，保养好肌腱就能让手指不那么容易过劳。我不能跟你保证怎么样能够获得幸福，但我能保证健康和幸福之间一定有很大的关系。即使是像扳机指这种看似不危及生命的小毛病，也会给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。我还记得姑姑动完扳机指手术之后，在那边兴奋的像个小孩说：“我的手指能动了耶！”这种快乐只有失去过健康的人才能体会。希望我的影片可以是你身边那个陪你运动，还会教你怎么样运动的健康好朋友。如果你对保养身体的运动有兴趣，可以看我过往的其他影片，也可以帮我把我的频道分享给你想和他一起运动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